谢谢您的救命之恩。你该走了。啊？不到成熟期的10万年魂兽，是所有魂师的目标。你留在小三身边，对他没好处，对你更危险。这里离星斗大森林很近，那是陆地上最大的魂兽聚集地，你的气息能够很好的被掩藏。武魂殿想找到你难上加难，等小三能够保护你，你又能突破60级，进入成熟期，那时候再见面也不迟。您不反对我们在一起？你的关注点倒很特别，我当然不反对了，因为这小子和我当年一模一样。你知道吗？小三的母亲和你一样，也是只10万年魂兽。他从来没跟我说过。他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是想让你知道，当年我跟他母亲在一起的时候，魂力已经超过80级，他也是即将进入10万年魂兽化形的成熟期，成为真正的人。即使那样，我们依然遇到重重困境。魂兽时刻面临着被魂师追逐杀戮的危险。如果你们俩真想在一起，只能让自己变强。好，我走。真是个聪慧的孩子啊！还是等他醒了以后你再走吧。不，我怕到时候就舍不得走。三哥，你父亲说的对，我们先各自成长，度过这段危险时期吧。还是要分离，没勇气留住你，诀别身影，是我的森林，谁在哭泣？突然让我为你梳头。我妈妈以前告诉我，女孩子的头发一定要爱人为她梳起。我想告诉她，这个人我找到了。三哥，你愿意一辈子为我梳头吗？此生来生，愿生生世世。三哥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遵守我们的约定了，就让他代替我陪着你吧。穿越山海。
痛，你就在我身边。你是我不愿遗忘的时光，也是我奋不顾身的疯狂。听见吗？我的呼唤，跨越悲伤，奔向你的胸膛。你是我长发竖起的梦想，也是我低头许下的愿望。有一天，你会隆重的三哥，我在星斗大森林等你。阿英，这俩孩子多像当年的我们啊！属下已派出魂师搜寻那只10万年柔骨兔的下落。盯紧史莱克学院，那是他在人类世界唯一的去处。我就不信唐昊会一直护着他。属下明白。胡列娜、燕和邪月也该恢复的差不多了。这次败给史莱克七怪，输的并不冤。你明白我要做什么？殿下放心，我和鬼魅会让他们尽快强大起来。暂且由你一人教导他们。鬼魅，继续帮我做那件事。那些魂师现在还远远不够，我需要的更多。殿下，您已进入罗刹秘境，改变修炼之法多年，所需的魂师也越来越多，长此下去，恐怕会引起7大宗门的注意。7大宗门又如何？还不是迟早被我抹杀。10万年魂兽也最终会成为我第2武魂的魂环，助我攀登顶峰。父亲，爸，小五，小五在哪儿？小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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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找了，他已经走了。不可能，小五不会一个人离开的。他不走，难道留下来和你一起被抓吗？是你让他走的。不对，除非小五想走，否则谁也不能逼他离开。现在武魂殿正在抓他，他是为了不要连累我。你们都很了解彼此。换作是我也会这样做，但他一个人太危险了，我得去找他。请您让开。放开我！我要去找小五。你连我一招都接不住，靠什么保护他？还是想一起同归于尽？你这是偷袭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
公平吗？还是你认为我故意在为难你？男人要拿得起放得下，更要正视自己，要看到自己的优势，更要直面自己的不足。我究竟要怎么做，您才可以认可我？你自己认可自己吗？啊，魂师对决一线生死，与其在乎那些没用的，不如去淬炼自己。否则，你怎么对得起小五的信任？他在努力的成长，在等你变强后去找他。是我太弱了。作为父亲，我并不反对你们相爱，但你得有保护爱人的能力，才配谈爱。你想去找他，给他安全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变强。变强，我会变强的。小五，我不会让你等很久。就那么着急吗？我要强大起来，哪怕早1天、早1个小时、早1分钟。那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你的8蛛矛，我用魂力已经为你修复了。下一步，你要调息疗伤，补充体力，恢复精神，为接下来的修炼做准备。啊！这些年，如果我能留在你身边，兴许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的经历了。小子，你怪我吗？您生我养我，还送我去学院。虽然在那之后您就离开了，但您好歹是我父亲，这次还救了我和小五，我没有权利怪你。您受伤了？我没事，啊，一点小伤，死不了。我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就是圣魂村的一名铁匠，可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传说中的昊天斗罗。父亲，我想知道，你现在什么都不需要知道。有一天，你变成了真正的强者，我会告诉你的。来，运转一下你的魂力，让我看看。还好，伤得不重。对，死不了。
我确定，这里很安全。可是我明明感受到有危险在靠近。不对，不是在这附近。怎么会？我好像可以感受到小五的魂力气息。小五离开时，你的蓝银草武功释放出一截蓝银草，华晨的手环在他身上了。三哥，是你吗？我能感应到三哥了，太好了！好像安全了。父亲，我们好像真的可以感受到彼此的气息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蓝银草看起来平凡，却是大陆上最繁茂的力量，而且遍布大陆各处。或许无形中形成了一张联络的网，传递你们的信息。小三，你一定要珍惜这种力量。小五，等着我。父亲，您教教我，您一定知道可以让我快速变强的方法。跟我来。二明，看见我开不开心？小吴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好啦好啦，你都已经10万岁了还哭鼻子，羞不羞？你回来了，人家激动吗？你不知道，我们每天都在等你回来，想着你吃了没，过得好不好，要不要我们帮忙打架？就算睡着了，梦里都担心你呢。我也会担心你们啊。担心我们做什么？在星斗大森林，还有谁敢跟我跟大明哥呢？唉，我是担心你们2个幼稚鬼，一言不合就打架。你又打不过大明，到时候单方面挨揍。谁说我打不过？论武力，我10万年的泰坦巨猿，可不一定会输。哦，大明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只管告状好了，这里离星湖那么远，我不信他能听见。是啊，这里离星湖不近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我刚刚在睡觉，然后地上的蓝银草突然就动起来了。哼，我觉得不对劲，
就顺着动静过来看看。嘿嘿，没想到竟然是你。蓝银草，没想到三哥给我的手环这么厉害。小五姐，你的关注点是不是偏了哟？这是蓝银手环，是一个叫唐三的人给我的。我说这么半天，是要说我们想你，担心你，不是什么蓝银草，什么唐三，谁认识他是谁啊？他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人，等以后我一定把他介绍给你们认识。走，咱们去找大明去。大明本来就小心眼，要知道你竟然还把一个人类看那么重，肯定更生气了。你看，他不会理你的。不可能，肯定是他年龄大了，耳朵背了，要不然就是我叫的声音太小了。大明，我是小五，我回来了。大明，大明。看来，他真的生我的气了。对啊，他头2年啊还盼你回来呢，后来提都不提你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也免得惹得他不高兴。小五姐。小五姐，你不能走啊！离开核心区，让其他魂兽盯上，你就没命了！你可真的就没命了！算了吧，我的命也不重要，我这次回来看你们2个好好的就行。你跟大明好好保重，我先走啦。我知道，你还是舍不得我的。可你舍得抛下我们？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那，你还要走吗？不走了吧？但是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。既然你要走，还回来干什么？大明，我这一路回来真的挺不容易的，你就别生我的气了。我真的很想你们，也想这里的一草一木。这里不是我的家吗？说的好听，最后还是要走吗？难道人类世界真的比星斗大森林还要好吗？不一样，星斗大森林是我成长的地方，最重要的是有你们2个，这里绝对无法替代。不过人类世界，其实也挺好玩的，
有很多有趣的东西。我倒要听听，都有什么？他们有一种叫魂币的金属，可以拿它来换东西。我刚开始到人类世界的时候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拿东西就走，差点以为我是小偷，把我给抓起来呢。而且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。就这，就让你念念不忘吗？当然不是。最重要的是，那里的人。谁？小五姐，你快说说。我刚到人类世界的时候，去了一个叫诺丁学院的地方。你们好，我叫小舞，跳舞的舞，是新来的工读生。我叫唐三，请问你的武魂是什么？我的武魂是兔。我的武魂是你武魂的食物——蓝银草。我赢了，以后你就叫我小舞姐吧。她话不多，但是人很温暖，像家人一样包容我，照顾我。在诺丁学院学习的那几年，我们都飞速地成长着，也成为了彼此最好的伙伴。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蓝银草武魂是废物魂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小三，你要记住。我爱你。风声晃的月光，洒在星斗森林草地上，你模样印在心上，不管将去何方。倘若命运掀起浪，我会挡在你。小五，大家都放假回去了，你不回家吗？我不回家。要不，我跟你回家玩几天吧。父亲，我跟他一起回到了圣魂村。父亲，没想到三哥的父亲已经离开了。母亲在我出生时就去世了，父亲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没有了父亲，这儿就不再是个家。你还有我，其实我的妈妈也早就不在了。如果你需要亲人的话，我不介意做你姐姐的。快，叫声小舞姐来听听。如果你愿意做我妹妹，我不反对。你休想，我只当姐姐不做妹妹的。小舞，我很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，也希望你能认真的回答我。你可以做我的妹妹吗？我真的很希望能拥有自己的亲人。你先听我说。我虽然什么也没有，但我可以对你承诺，我会永远的保护你，竭尽所能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。要是有一天，有很多人想要杀我，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，怎么办？那就请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。
后来大师就决定带我们去他眼中最优秀的魂师学院继续学习，于是我们就去了专门培养怪物的史莱克学院。史莱古？没事，走吧。没事。准确的来说，是初期的史莱克。我是弗兰德院长，史莱克学院只招收天赋超群的怪物。入学考试就是你们共同抵挡赵无极老师一炷香的攻击。特别声明，输了报名费可不退。老师啊，我和胖子还有小奥都是老学员了，还用考核吗？一视同仁。你们如果通不过考试，就说明学习失败，立刻逐出学院。哎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这个学校很变态，现在跑还来得及。无极，交给你了。明白。开始了。我负责控制，辅助系魂师到我身后，强攻系上前攻击。那是我们第一次配合对抗，用弗兰德院长的话来说，就是第一次打配合就这么的有默契，真是一群小怪物。要了，要了，都要了。史莱克的课堂并不在教室，而是在大斗魂场。我们以史莱克七怪的名字注册了战队，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对战。在那里，我们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。很快，我们就打出了名号。史莱克七怪的名字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我们跟随大师和院长来到了蓝霸学院，认识了像妈妈一样的二龙院长。后来，我们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上成为了冠军。但没想到，我却给大家带来了麻烦。把那女孩给我拿下！他们竟敢动你！那个武魂殿在哪儿？我要去把他们捏成灰！二明，你真的很吵。小吴姐，别理他，你接着说，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二明，你别生气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还好三哥的父亲救了我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哼，算他们运气好。不，是因为三哥的父亲真的很厉害，所以我才能得救的。三哥的母亲也是10万年魂兽，所以他父亲不反对我们。他告诉我，只要我到了成熟期，就可以跟三哥见面了。不许见，那个叫唐三的，你离他远一点。为什么？靠不住，而且你已经被人类盯上了，我们不允许你再离开。大明哥说的对，只要有我们俩在，你就不会受伤害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跟三哥有约定，我不能失约的。不行。对，不行。你们是不是忘了这里谁说了算？说到这个，谁允许你叫那个人类三哥的？他才活几岁呢？对啊，你叫他三哥，那我跟大明哥叫他什么呀？好啦好啦，那就各论各的。有你小五姐在，
是不会让你们吃亏的，我保证。父亲，魂兽为什么会选择变成人？魂兽达到10万年修为时，要面临2个选择：一是等待天劫，扛不过去会死；扛过去，等待他们的将是下一个漫长的10万年和下一次天劫；而另一条路是化形为人。就像小五，那魂兽岂不是都会这样选择吗？老实说，10万年魂兽相当于人类封号斗罗的存在。但魂兽化形之后，修为归零，一切从头开始。虽然在成熟期以前，他们不必猎取魂环，但会受人的寿命限制。如果没能突破100级，也只能和人类一样死去。所以，大多数10万年魂兽不会选这条路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化形后的魂兽60级前叫幼生期，会被封号斗罗级别的魂师发现；60级后则是成熟期，哪怕是封号斗罗，也无法看出他们魂兽的身份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变成了人类。对我来说，那些都不重要，小五就是小五，无论如何，他都是我最珍贵的存在。到了。哇！当年那场大战还历历在目。这一晃多年，我们的儿子竟然都长这么大了。阿莹，你看见了吗？武魂殿明里暗里，不是要钱就是要人，横行霸道，简直是不给我们这些小宗门活路啊！就是啊，那当初昊天宗还没闭世，昊天斗罗还没失踪的时候，武魂殿哪敢这么嚣张啊？什么昊天斗罗呀？当年要不是他杀了前任冕下，能轮到比比东上位？自从冕下换人，武魂殿的野心就越来越大，对天斗和星罗虎视眈眈。恐怕斗罗大陆以后没安生日子过了。谁呀？鬼斗罗！你可是武魂殿的长老，难道想公然行凶吗？该死！击破永夜的溃败，正义奔涌的山血脉，渺小伟大的人将黑暗世界撕开，将善与恶的对白铭刻在时代的悲哀，蒹葭勇气的残骸绽放着光彩，燃烧因你而神秘的魂，迎战未来，把命运打败，并肩同行的人重现一个时代，永不言败，是英雄的气概，守护正义的光，坚定一个方向，不畏前往，被命运吞噬覆
黑夜中将破晓迎来，江山与恶的对白，铭刻在时代的悲哀，蒹葭